这次影片的主题是关于4个东西方龙的传说。你知道东西方龙传说的差别在哪里吗？龙广泛存在于东方和西方的神话传说中，但其实这之间的概念以及认知可是大大不同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，龙一直被视为一种神圣吉祥的动物，甚至还会自诩为龙的传人。但在西方文化中，龙一词则代表邪恶、血腥的意思。从性质上来看，中国的龙是一种神，是和平和丰收的象征，每次出现都意味着好事情。而西方的龙则是非常强大而且邪恶，但归根到底还是生物可以被更加强大的人杀死。这也是导致西方有那么多屠龙故事的原因之一。这次的内容中，我挑选出了4种比较有意思的龙传说，分别是弗利多、九头蛇、应龙与河伯，还有尼德霍格。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。4. 弗利多。弗利多是存在于印度传说中的魔龙，它将能够行云布雨的云流囚禁，造成了人间大旱，少了雨水，河流断流，大地也被晒得干裂。人和动物面临着饥荒的威胁，在难熬的炎热气候中等待救赎。无奈众神都不是弗利多的对手，只能任由他胡作非为。直到因陀罗的降生，才改变了这一局面。因陀罗是女神阿底提的儿子，刚生下来就是一副威严之相，皮肤黄里透红。他出生时不哭也不闹，只是好奇地看着眼前陌生的世界。他发现母亲腰间配着一把宝石镶嵌的匕首，便伸出稚嫩的小手，将匕首抓住，抱在怀里，然后对着母亲笑了起来。阿底提看见儿子的举动，心想：我的孩子以后一定会成为天界的主宰，必定大有作为。于是他将孩子取名为因陀罗，意思是战胜与征服。因陀罗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慢慢长大，很快就长成了强壮魁梧的男子。因陀罗凭借自己的勇气和力量，征服了许多黑暗势力，打败了无数的邪恶敌人。众神对于他的正义以及威武都赞叹不已，一直向梵天推举他为众神之王。梵天了解因陀罗的事迹之后，郑重地封他为雷神与天帝，负责伸张天上与人间的正义。当因陀罗看见人间干旱所导致的痛苦，便勇敢站了出来，并向弗利多下战帖。大战之前，因陀罗喝下了大量的苏魔酒。苏魔酒准确一点来说，应该叫做苏魔汁。虽然中文文献经常将这种饮料翻译为苏魔酒，但严格来说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苏魔是一种酒精饮料。据说苏魔是用某种至今未知的植物或真菌的汁液制成，具有增强神力的功效。弗利多看见因陀罗的到来，大吼一声，将整个天国震得摇摇欲坠，众神四处奔逃。母亲阿底提也不禁为他的孩子担忧了起来，但因陀罗并没有流露出一丝恐惧，勇往直前地杀向弗利多。弗利多心想，区区小神哪伤得了我，就放松了警惕。没想到被因陀罗所直出的金刚杵刺瞎了一只眼睛，带着哀嚎逃走了。这时候只见乌云滚滚，电闪雷鸣，那些被囚禁的云流被释放了出来，马上就下了一场倾盆大雨，干枯的大地渐渐充满绿意，水稻也得到了丰收。人们终于迎来久违的雨季，从此之后，每年因陀罗和弗利多的战斗都会重演一次，这也是旱季与雨季交替到来的原因。3. 九头蛇。九头蛇是希腊神话中著名的怪物，因传说中九头蛇住在勒拿湖附近的沼泽，又叫做勒拿九头蛇。九头蛇拥有强大的再生能力，以长有9个头而闻名，极度凶残。传说它如果被砍下一颗头，就会在原来的脖子上长出2颗。九头蛇在神话中出现过很多次，而且与海神波塞顿发生过很多次的战争。更为著名的是与宙斯之子海克力士的战斗。海克力士因为是宙斯的私生子，受到天后赫拉的陷害，失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儿。之后为了赎罪，海克力士接受国王交给他的12项无比困难的任务，其中一项试炼就是杀死九头蛇。海克力士找到九头蛇之后，直接向其挥剑，经过一番苦斗，终于砍下了九头蛇的头颅。但由于其强大的再生能力，海克力士也没有什么办法能克制九头蛇。之后有人告诉他说，可以在砍下九头蛇的头颅之后，用火烧它的脖颈，这样新的头颅就长不出来了。海克力士用了这个办法，果然杀死了九头蛇，完成了试炼，并把自己的弓箭都沾上九头蛇的毒血，做成弩箭。这也成为他完成之后试炼的得力武器。九头蛇的血含有剧毒，而且无药可解。在我巨人的影片中所提到的格律翁，就是被这毒箭所杀。也因为九头蛇顽强的生命，砍掉一颗头会在同一个地方长出2个新的头来，让科幻电影愿意采用这个名词来代表剧中组织的生生不息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按喜欢或分享，点击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就可以持续获得相关影片咯。2. 应龙与河伯。
应龙是中国上古时代的一条神龙，拥有4爪2翼，而且擅长蓄水行雨之术。当初皇帝和蚩尤对战于冀州之野，应龙在皇帝阵营担任先锋的角色，负责吸取战场附近的水源来淹没蚩尤的军队。他拍了拍翅膀，来到战场的前线。在后来的决战中，应龙立下了汗马功劳，杀死了蚩尤和巨人族首领夸父。但由于作战时消耗的功力过大，他无力正式返回天体。于是就悄悄地去南方，潜伏在湖泽之中。斗转星移，转眼间就来到了大禹时代。因黄河流域洪水泛滥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大禹则担负起了这个重任。大禹治水有2个最得力的助手，一是神龟，负责将巨石及泥流投放到低洼的地方；另一个就是应龙，用尾巴画地来指引人们开凿河道，疏导洪水。不过应龙在匆忙之中错开了一条河道，至今还留在长江南岸，名叫错开峡。河伯则是一条古老高贵的龙，由昆仑山上的冰雪孕育而成，还有个寒气逼人的名字，叫做冰夷。平日里，河伯通常会化身为英俊小生，但是在水中巡游的时候，它的下半身会变得长着银鳞的鱼尾；当它腾空而起的时候，则会化身为通体雪亮的巨龙。真正见过河伯真面目的人其实很少，只是一些开国的帝王。在大禹治水的时候，河伯就曾经现身，但也只是露了半截身子，很不情愿地交给大禹一张河图。当时应龙也在现场，只是没有细看这个之后预置自己于死地的对手。河伯生性贪婪，时常向人间讨要贡品，一旦需求没被满足，就会发一场洪水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喜欢美女，每年都要派使者到人间选美，搞得家里有漂亮女儿的人家都提心吊胆，生怕自己的女儿被选中。作为水中的正义使者，应龙对于河伯的所作所为充满仇恨。但河伯行踪诡秘，伏藏于五湖四海之中，没有指引，谁都找不到他。后来应龙听说河伯会到涡山附近拿取贡品，应龙对着人们说：“你们以后再也不必祭祀河伯了，我将为你们铲除他。”当天夜里，涡山这个地方狂风肆虐，大雨如注。应龙与河伯在水里打得天昏地暗，难分难解。2天后，一些渔民在一条大河旁发现了被剥去一只眼睛、几乎被冻成冰块的应龙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应龙这才苏醒了过来。至于战斗的结果，众说纷纭，有人说打赢，有人说打输，可见河伯对于应龙来说真的是个强劲的对手。尼德霍格。在北欧神话中，尼德霍格是一只盘踞在世界之树，不断地啃咬着树根的一只黑龙。它和其他无数的蛇类一起啃食着树根，当它们咬穿树根，也会迎来诸神的黄昏。到时候，尼德霍格将鼓动双翅，飞翔在满是死尸的战场上，因此尼德霍格也被称为灭世黑龙。那所谓的世界之树是什么呢？为什么世界之树倒塌之后就会迎来诸神的黄昏呢？诸神的黄昏又是什么？在北欧神话中，世界之树就是整个世界的骨架，世界就是建立在世界之树上的。整个世界从上到下分为3层，共9个国度。最顶层住着诸神之王奥丁以及众神，还有华纳神族以及精灵。第2层住着人类、双巨人还有矮人。最底层则是雾之国与火之国，还有死者国度海姆冥界。而是树根的尼德霍格就是在这一层的最底下，所以如果没有了骨架，建筑物当然也就会崩塌，迎来诸神的黄昏。因为国度间没有了屏障，原本生活在不同地方的生物全都混在了一起，世界平衡被破坏了，所有生物、神魔开始互相残杀，原本世界变成一片血海，而尼德霍格则非常乐见其成。他在满是死尸的战场上空飞翔，双翼发出骇人的声响，贪婪地啃食着染满鲜血、尚存余温的尸体。在诸神黄昏发生之前，众神之王奥丁似乎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个结果，但也对此无能为力。所能做的只是让死亡女神海拉每天用罪人的灵魂喂食尼德霍格，以减缓他啃食树根的速度。但诸神的黄昏最后还是到来了，在已经毁灭的宇宙的极南边，有另一片无穷无涯的蓝天，从来没有人曾经到过那里。世界末日的暴风雨过去了，天地都毁灭了，极少数还活着的神都逃往南方去。在这遥远的南方，幸存的诸神踏着平原上的绿草走过，在草丛中，他们仿佛见到以往在度过的黄金岁月，怀着深沉的喜悦，诸神似乎又在这和平的新天地中想起在阿斯加的时光。幸存的诸神相视，且惊且喜，个人心中都有无尽的怀思，大家不禁喜极而泣，决心重建记忆中那如此鲜明的宫殿。黑龙尼德霍格从尸堆中窜了出来，他沉重低缓地飞过大地，黑色的翅膀上挂满骸骨。不久，他在极远之地坠落下去，消失在寰宇边缘那无底的深渊中。劫火虽毁灭了宇宙，也烧毁了一切邪恶，一切从头开始，秩序也重新被建立。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影片，不要忘记按喜欢或分享。
想看到更多相关内容，可以订阅我以及开启小铃铛。那么，我们下次见。